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退役中将邵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燕莹好，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是他终于出来了，我本来以为他可能还要再一下下，没想到他昨天就出来了。这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叫做哈米尼。哈米尼现在出来一讲话，一开口就是打川普一个耳光，听听他怎么说。گیری جزایی در دادگاه‌های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به طور مستقل اما نتوانستن کار مهمی انجام بدن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کلی نابود خواهد شد好，他说很显然的，他需要夸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讲说没有任何成果这件事情，跟川普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哈。其实现在在这一场所谓的战争当中，有关三方讲的都不太一样，但你一个一个来看，伊朗现在的讲法就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重大影响。那换句话说，那409公斤的浓缩铀60%纯度的仍然存在。美国川普的说法是：哎呦，被我这一炸倒退数十年啦，没有迹象显示他有把任何的浓缩铀，又或者是这一些制造设备给移走。那以色列呢讲话是说系统性损害，但是呢比较没有明确的像川普讲的这么满。阿米尼现在告诉你，反正就是无伤啦啊！我也告诉你，我永远不会投降。这件事情呢，绝对我们不会发生。而且如果再遭受到美国的袭击的话，我们就再打你一次。你打我几次，我绝对打你几次。川普现在的讲法是怎么说的？反正呢，他就是坚持他派了 B2 去，那他真的炸到东西，而且呢，什么东西都没有挪走。你们那什么卫星图啦、汽车、小型车，我跟你讲，那些东西要搬走，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很重，难以移动，还很危险。所以任何情资都告诉我，绝对被我一扫而空。甚或呢，他们的 CIA 局长现在也讲了，说是重创。重建必须要数年才有办法达到。那白宫呢，目前则是要好好来查一下，除了说前面已经告诉你我成功了，另一件事情则是要查到底是哪一个鲁蛇说我没成功的。好 ，FBI 现在正在调查谁在泄密当中。防长则直接讲了，说我不成功，你就是不爱国啦。这一些媒体不爱国，你们到底是何居心呢？其实呢 ，CNN 就特别讲到，为什么这一次川普要出来把话说得很决绝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去北约嘛。那去北约之前呢，就必须要努力说服全世界，我可以强化一下自身的形象。那再来，他也不想要再卷去后面可能的战争或者是冲突，因为现在也有情资报道显示，当时可能会有一个假旗行动。什么意思？这是伊朗的德黑兰时报报道，强调说呢，其实以色列原本要策划在美国本土制造一个爆炸事件，然后说你看伊朗干的，要引发美伊全面战争，然后有一个友好国家，这个是谁？好，通知了伊朗政府这件事情，德黑兰马上就说，透过了友好国家等等联系美国官方，成功阻止这一次的假旗行动。那这一回，因为以色列都已经讲了嘛，就是美国是有史以来现在对我们最好的一个国家，最好的一位总统，所以7月初传出他会去见川普，好好的跟他感谢，谢谢你出手。川普方面呢，比较在意的是下个星期美伊到底是不是会谈，因为已经跟外面讲了，但是伊朗外长给他打脸，说我们没有这一个计划，但线下知道正在进行中，确切的就是民众的感受是我们一直以来这几年来配合 IAEA， 但是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躲不掉战争，而且现在这个 IAEA 也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内部的更多资料了。那这一些呢 ，IAEA 也明确证实说，现在没有收到他们的官方通告。到底要怎么样知道之后的伊朗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可能变得更神秘。那这一切对于这一场战争的结局来说，是往正向的方面前进吗？来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哈米尼出现了，直接就打川普一记耳光。我现在是在看伊朗通讯社啊，全面胜利，全部都是乐观的讯息啊。那伊朗国会通过决议啊，就是跟原子那个国际原能总署取消合作。对，
那要加速核的和平计划，核什么？核的和平计划，哦因为我不知道是核的和平计划核人还是核武啦，哦所以我就顿了一下啊，反正核差和平计划。好，那我觉得伊朗跟美国是各自在对自己的国内还有盟友交代了，那坦白说啦，严格讲，你只有那个卫星照片，你真的不知道下面损坏到什么程度。因为现在真的进不去了，因为你记不记得隔天以色列又去炸了一次？以色列事实上真的派去把福多周边的入口全部都封起来，他就不要让你立刻可以下到里面去修嘛，那除非那个通讯是完整的，因为里面有3000台离心机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要到现场才能够判断真正的损失程度了。可是伊朗跟美国显然都急于宣称自己的胜利啊，以色列沉默，你有没有发现？那北约立刻跟进美国，我觉得主要就是大家都不想打了啦，所以这个还是主要的重点啦，就是说，如果现在大家来破梗，要来较真啊，那美国跟伊朗讲相反的话，要不要查实啊？那查实，万一如伊朗所说怎么办？那以色列没有下台阶啦，美国也要再打，那这个大家都不乐见嘛，所以伊朗跟美国就各自讲，然后大家也不去较真了啦。我觉得就是这样啦。不，这个国际政治有时候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北溪2号谁炸的？你认为瑞典、丹麦他们没有去做调查吗？事实上，欧盟也去做了调查，结果不公布，对，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不公布就是这里面有不好说的事啦。那如果说现在没有真相，那反而让大家消火一下啊，那反而就是那该做的就做吧。可是我跟你讲啊，基本上以色列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结果啦。第一个就是它只有10套铁穹，明显是不够的。对，所以它的铁穹神话在遭到大量的导弹、无人机攻击，撑不住。所以以色列就这个神话就被打破了。所以你只有10套，那除非他未来就再大量投入资源，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伊朗的核子发展啊，恐怕未来就没有讯息了。对，那我认为在这种当下，如果伊朗真的他碰到美以的联合攻击啊，我相信以他的国家意志，一定是会跟北韩一样嘛，就是我一定要做出来。那做出来恐怕你以后就掌握不到了。而且409公斤的浓缩铀60%啊，你如果做到90%，估计可以做出10枚核弹。那我跟你讲啊，这里就会有一个状况，因为以色列当年做出核弹也没有经过试爆啊，是，就是有人帮他计算嘛。那个国家一般大家认为是美国啦，那伊朗搞不好也会走同样的路啊。就是有某些已经有核子的国家，伊朗这种朋友可多了，俄罗斯、巴基斯坦、北韩都有可能代为计算啊，所以他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就真的做出来了，只是没有试爆。可是你敢来试试看吗？比如说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大家还是认为说以色列是有核的国家嘛，对，而且一般认为它应该有150到200颗，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制造的，事实上他没有试爆的记录，有一次啦，在南非，可是南非并不是核武国家，其他真的就没有试爆记录，就是这样。好，所以想请教教帅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首先讲伊朗的终极追求的目标，就是亮哥刚刚讲的核平衡。什么意思呢？我只要有核，不管数量比你以色列再少，我还是平衡。为什么？你以色列就那么屁大点，对，
我10颗里面只要2颗进去，你就差不多了嘛。所以伊朗不会放弃。第二个，川普讲话向来夸大，跟中国关税已经有达成协议了，结果是个框架协议啊，跟印度快要达成了啊，都没有达成，就是说习惯性讲大话。第二个，我用军事科学常识来解读这个有没有成功。这个钻地炸弹呢，它的设计就是把它所有的动能呢是往下挖、往下冲，所以它地表上的爆炸很小，就是它为了反冲力啊往下钻，所以地表上的伤害绝对不大。我想中国很多古代盗墓的电影都看了吧？你要除非真打到那个实验室的核顶，那你就算成功。打到核顶一定有辐射线出来。太空上都可以看得到。第二个，我在金门干了4年多，坑道设计我们很熟悉了，没有说就在下面弄一个实验室的，它旁边还有拐弯的，拐弯的还有挡门的。我们当初跟越共学的嘛，美国拿火焰枪去烧也烧不出来，它中间加水，从才这样过去。那中间里面还有1道、2道、3道的防盗门，你像我们衡山指挥所都有啊，所以。我觉得伊朗不会运出去分厂，为什么？你拿出去啊，伊朗这么多台阶呢，衣间呢，一步入你的行踪就很容易被消灭，因为你移到哪里是个安全的地方，不会比这个地方更安全。所以美国也有一句话是说对的，没看到它移动的痕迹。他可能在地下转，它还在地下嘛，里面密室很多嘛，何况你又不是正中那个木屑的中心嘛。所以我们按照科学常识来讲哈，第一个你能不能灌到这个深度有个大问号。我上次在节目就讲过，你要看什么样的岩层啊。如果是花岗岩、玄武岩，你那个当初你设计这个炸弹是贯穿水泥，水泥跟玄武岩跟花岗石都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我的判断，合理的判断，你是炸到那附近了，你有没有找到像盗墓一样找到墓门口？你是不是炸到墓室的正上方都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川普讲大话习惯了，跟那个阿山的目的差不多，就是说要说他是成功，伊朗这个时候很不给面子，跟你讲一个不成功，但是伊朗也很扯，弄一个假打的游戏啊，我回打这个以色列一巴掌，通知人家飞机早就散美国基地，所以这个问题啊，我的判断会延迟一点伊朗发展核武的时间，你终究你还要再挖开把里面的物质弄进去嘛，所以这个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像亮哥讲的，大家相忍为国救，就这么将就一下，马虎过去，不再追究，各要各的面子嘛。你川普说你成功，你成功嘛；以色列你成功，伊朗说成功，你成功。所以未来试爆当然会增加核子武器的精确度或者稳定度，但是也有电脑里面试爆的演算法，也可以送它的核子材料到外国去做试爆，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目前是一个暂停的状况，并没有结束。是战争上面，如果说呢，我们是用这个战场上面来看的话，刚刚将军给您解释。但是如果从外交上面来看，来请教吴老师。我们常常讲是核武发展跟核能发展，它有一个一定的相关性，甚至有因果性了。过去学者专家都有做过研究，基本上你就是把那个铀的提炼，我们知道天然铀里面铀235的成分很少，在0.7%。你把它提炼，用离心机技术把它提炼出来，3到5%的时候，你可以作为核能的民用发展。到了90%以上，你可以作为核武发展，所以它有很明确的一个相关性啊。这是我们过去在研究核武的时候，那伊朗他们就是依据它这个存量也好，还有它的技术也好，这一次大家发现它已经具备了这个发展核武，可能已经60%。刚才讲到409公斤的409公吨的这个铀公斤的铀可以到60%，那接下来到90%应该是蛮快的。那这一次经过美国轰炸之后，大部分的观察家在说，它可能没有完全摧毁那大概还剩多少不知道，但是可以想见伊朗还要保持一定的
存量的铀啊，我们讲浓缩铀，甚至它的离心机，还有它的相关的这个武器。我们也知道说，自从这个美国退出伊核协定之后，伊朗就开始不断的在提炼铀的浓度之外，也在制造这个离心机。它并且呢，在2021年呢，把这个离心机的这个零件跟技术转到地下。啊，那这个当然都被以色列情报所掌握，才有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这个伊朗的攻击事件。那这一次打完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道说，对于伊斯法罕的这个攻击到底摧毁了多少？我们讲它的离心机跟技术的零件哈，那到底摧毁了多少浓缩铀啊？这个我们大概画上一个问号。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当然也说他达成他的目的，他什么目的？我们可以看，其实以色列还有我们讲犹太人在美国的游说团体力量非常强哦，所以川普这一次其实不是，当然纳坦雅胡这个是一个因素，但是他是要面对是国内那些游说团体要川普说你要解决伊朗核能这个危机，所以我看他这样打了一下，然后就说，我们完成了这个阶段性任务，其实蛮符合他的个性啊。他的个性第一个是没有耐心，第二个他是把这种像 checklist 的这种事情，我完成一个就勾一个，我就要往下一个去做。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要淌那些这个游说团体的嘴。其实这个米尔斯海默也是讲过了，但是对于这个伊朗来说，他目前看最大的问题是他很明显的违反了我们讲，不管是他对于 IAEA 的不理睬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 NPT 非核扩散条约，基本上根本他已经破坏了。那这就给了安理会很有多的借口来对他进行更多的制裁啊。问题是伊朗他根本不担心这个制裁啊。我觉得现在能阻挡伊朗迈向全面核武化的只剩哈梅尼而已啊，只剩哈梅尼一句话而已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以色列跟美国到底要什么？其实以色列面对伊朗的核化，他们很明显就是伊朗要完全去核。因为不管它有1颗或是10颗或是100颗，它对以色列的威胁是一样的。那川普也是一样，川普要伊朗全面的无核化，问题是这个地方是很难达成。米尔斯海默也讲了，其实伊朗早就可以完成拥有核武了啊！如果是以他的这种概念，现实主义的概念，他完全早就可以完核。问题是拖到现在，他觉得伊朗有点失败了啊。但是呢，美国到底会不会未来会有地面干涉？米尔斯海默也认为说这个点非常困难。其实用空中的攻击呢，有点效果，但是如果全面进入到伊朗，会造成美国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淖。这一点对于美国在东亚问题也好，对中国的遏制也好，甚至对于这个中东问题的长久的冲突，都是川普他不要做的。川普其实不要打这种长久性的战争。所以其实很多观察家说，美国会派地面部队，我蛮支持米尔斯海默，他不会进去了。好，到底呢，在接下来这一局会怎么样演化？目前先是喊了个咔，但是之后没人敢讲。我们先进广告，等回来继续来说。好，讲到了伊朗，他们的防长现在人在哪里？在青岛。去青岛干嘛？去参加上合的防长会。这一次呢，来到了青岛，不是只是去开会而已，还登上了052D。同时呢，在这个会议上头，感谢北京这边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现在虽然停火了哈，但我们也很担心有变数啊！拜托，要主持公道好吗？让我们这边能够维持停火局面。董军马上就讲了这个霸权就是全球动荡的最大根源。登上052D，当然大家现在想的就是，因为刚结束一场嘛，然后停火嘛，那有没有可能希望再添购些柴火？052D 有想要买吗？其实呢，伊朗跟巴基斯坦现在在登上052D 的时候，大家就讲说他们真的看得还蛮认真的，也有军事迷帮伊朗算一算，如果呢你这次真的有买这个052D 飞弹驱逐舰，你再加一个红旗9B，甚至呢中程的防空导弹系统，歼11上次不是巴基斯坦那边已经有战果了吗？空警500了，预警机都出来了哦，你这个打起来可能还蛮厉害，大家都帮他想好了，说你可以对抗以色列的 F-35。你看军事迷有这么样的来帮你设想，可问题是，到底他买或者不买呢？其实现在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呢，现在巴基斯坦是
旁边的这个好兄弟啊，告诉他说，哎，其实效果蛮好的啦。他们呢的立场是会继续购买中国的军事装备。那当然，这一些大家看到的是中方目前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在今年呢这个9月的时候，他们会阅兵嘛？那阅兵呢要显现的是这4款高科技的军事装备，这里面包含了无人智能作战、水下作战、网络攻防以及高超音速的武器系统，都是他们这一次的一个科技展示的重点。甚至他们的科学家现在说已经研发出来无人机跟蚊子一样大，这个真的是很像我以前在看的电影，说像蚊子一般大小的无人机，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呢它可以用来做秘密的军事行动，甚或呢武器级称塞尔维亚的阅兵也要亮绝密武器，而现在这个绝密武器呢，说全世界只有5个人知道它的具体细节。那有人说啊，可能是跟中方这边有关系，因为中方有跟他提供了这个察打一体的无人机，还有 FK3 防空导弹这一系列的先进设备，会不会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呢？还是高超音速导弹大家现在就开始在想，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来跟世人亮相？这一些的内容，当然就是让大家看到目前中方的军事实力。而英媒每日电讯呢，则是直接告诉大家，不是只有你看到的军武而已，太空当中的现在你可能也要当心了。原因是因为军事的太空竞争，美国太空军不是多次的讲吗？说他们卫星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现在会很担忧啊，包括他们的防空网，我们是不是会要小心一点点？毕竟我们的美国精穹还没有做出来，但是人家的卫星数现在已经比我们多很多，500多颗啊，是具有情报侦察还有这个监视的能力。这一些是目前在美军上面，他们希望能够慢慢在数量上也追上的，只是这一切如果没有了马斯克，要怎么样继续进行下去？先前是马斯克跟川普很好嘛，现在2个人啊，确实就是闹翻了嘛。航太合约有办法进行吗？传出贝佐斯好像是想要来接续，争取更多的政府合约。如果马斯克真的在这一局退了，那会不会也影响到未来跟美国太空军的合作呢？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伊朗的防长现在登上了解放军的舰艇052D，董军还跟他讲说：“哎呀，霸权真的不应该。”伊朗跟以色列打了12天啊，当然暴露了很多缺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防空体系实在太弱了啦。对啊。那空军也很弱了，它大概只有 F14，那个是2.5代，那以色列是 F35，所以这怎么打？那海军也非常弱啊。不过它海军弱可以理解，因为它一出来就是卡达，就是沙地阿拉伯，所以而且也没有宽阔的海面啊。可是就是空军防空体系这么弱，如何后来居上？这个难度蛮高的啊。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它的 GDP 大概只有4000亿，我们台湾这么小，是8200亿，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真的看到了喜欢想买，没钱啊，没钱啊。而且坦白说啦，他真正有钱的单位是革命卫队，是这次来的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世俗派的，所以问题真的蛮多的啦。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买防空系统，你一定要也要买战机啊。对啊，因为这2个是一体两面才构成一个体系嘛。对，那这个时候革命卫队可能也会来抢预算哦。不，这个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内部就是他内部长期就是导弹系统都在革命卫队手里啊。是啊，所以就像防空系统、空军、海军系统要争取经费，就相对难呐。不过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了，这他也要面对了啊。那中国大陆93阅兵，我觉得应该是习近平现在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所以你看他G20里面有要去嘛，对不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因为他是2战结束80周年，是。所以他一定要展现出他的成果啦。这个我觉得他会把它当作是有点历史里程碑式的，说你要知道我现在是这样的
军武国家。你如果真的要跟我较量，你自己看着办。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个味道啊。所以其实大家倒不是要看他的那个人员的检阅啦，大家都想看装备检阅啦。对啊，那装备检阅这里还讲得很隐晦啦，无人智能作战是那检阅的是什么啊？不知道。会不会是一群机器狗啊？我不知道。如果这样就很构成新闻画面了，是不是吗？以不然什么叫来说这个画面是好看的，没错。当然是啊，不然什么叫无人智能系统啊？机器狼哦，这个我就大家会蛮有兴趣的。还有网络攻防体系，这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展现？对啊，那也有人说，他的 F-35可能会有空中演练嘛。你说歼35？歼35啊，所以已经有人在说了啦，说这个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因为这个也有历史的意义了。而且吴征不是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做了报告，阅兵80年，二战80年，这只是其中一个，他还要去讲台湾光复啊，他还会延伸很多主题啦。所以展现军事力量到达历史转捩点的时刻，必然会联动到很多政治的意涵啊，大概是这样。是，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首先，它展示的只有几个特色了哈。第一个，无人机种的大量增加，无人机有点像日本当年的神风，它不需要考虑驾驶员的生死问题，而且在 AI 的协助下。他表现的不见得比真人操作武器来的差，所以他这个刚刚亮哥讲的，你要看那几百只机器狗阅兵啊，那比人踢得还整齐，搞不好还伸个狗腿敬礼，那才吸引画面呢。这个我们是讲笑话啊，但是它有东西可以整。你比如说水下的这个潜舰的就无人潜舰，不要很大，水面上的快艇。这些都是以小博大、以快制慢的东西。那天上当然天上你看得到的，他还把仿生的无人机，仿生什么意思？他以前做出来仿鸟的、仿鸽子的，对不对？海里面有仿海豚的，各式各样的。所以这些东西啊，我早在30年前就听美国在那里训练海豚去炸人家的船底，现在不要训练海豚了，它就有机器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次80年的展览绝对比美国川普搞那个阅兵要好看太多了。我知道他们已经在一个叫做示范村呢，苦练了好几个月了，对不对？另外啊，我们讲巴基斯坦跟伊朗，你要讲这个防长去看这个052的心情啊，我可以体会。是40多年前我到美国去看庄小兵学校，啊。就小孩子看到小孩玩具玩斗成一样，样样都想买，美国不卖。那伊朗呢？看到这次战争的结果，看到巴基斯坦的战争，当然都想买，但是关键就是没钱。没钱呢，将来顶多就是说跟中国大陆签这个油的义务了，这个可能，因为052D是。为什么看052D 是最划算的一条？第一个，船不是万吨级的，但是它有防空飞弹，它有反舰飞弹，是它有对地的，就是说它这几十个弹孔里面可以装很多个多功能的。刚刚不是讲吗？伊朗缺少防空武器嘛，那买红旗9、红旗11买雷达可能数量太庞大。那么有这个052，除了荷姆兹海峡跟印度洋里面，它还可以插上一脚，所以我觉得052也对他是蛮有诱惑力的，要不然不会去选这条船去看了，因为老共的武器太多了，那就是说伊朗受金融的限制，大概买的不会很多，它不可能像中国大陆对巴基斯坦是贴本卖出啊，对，半卖半送啊。那中国大陆对伊朗有没有这个意愿？我觉得是没有。
前一阵子伊朗还跟中国大陆唱对台戏，有点投机啊，哎，有点投机。跟印度。对你这个时候再来找我，你当初干什么去了？所以这个问题，那我们重点回到就是说，80年的习近平的阅兵，的确可以展示很多武器，这个也是向西方国家一定派记者、派军事专家来看嘛，也是表示我今天的实力，再配合中国大陆的军售，将来会增加。会讲，因为琳琅满目啊，这个性价比高嘛，价钱也便宜，所以这个阅兵除了纪念历史的纪念以外，也是耀武扬威的一个典礼。毕竟每一次的阅兵，其实对于政府来说，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也请教一下吴老师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太空的领域上，其实美国一直觉得很紧张，但现在呢，如果又看到了包括了星链的马斯克跟川普闹成这样，那到底他们后续会怎么样？您怎么看？我还是要讲这一次上合会这个防长在青岛这个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这个，因为你知道青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个基地，它也是航母基地，对，它也是潜舰基地。是这一次防长齐聚在这边有人认为说，又是在刚才讲的伊朗以色列交火12天。又是这个紧接着这个北约荷兰海牙峰会之后，是不是北京要凸显出一个意味，是说跟这个西方主导的多边安全平台有个较劲的意味啦？那这个东西其实董军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到说，国际形势很变化很多上合会要发挥这稳定锚的作用，而且强化多边集体安全。俄国防长这个别罗乌索夫也提到说，要凝聚上合会的共识，而且呢，要稳定安全性组织力量，还有集体安全条约跟独联体。所以代表说，这个上合组织发展了这个快将近30年那这个10个成员国慢慢在这里面强化彼此的这个安全意识、国防资讯共享，甚至他们未来会有武器共享之外，他们对于这个集体安全的意识慢慢在强化。那如果强化之后，大家就会跑出一个相对应的问题说，那会不会上合组织未来成为一个跟北约很像的在这个我们讲的亚洲或者东亚成为一个集体安全，甚至往联盟的迈进？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是上合组织毕竟在当时早期成立主要是反恐跟一些我们讲资讯情报交流为主能源议题它并不是成为是一个联盟的概念。是，但是当你把伊朗、俄罗斯、中国这拉进来，然后呢？当时在拜登时期又讲了我们讲的这种州府体系，以民主大联盟要对抗什么，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上合组织的这些成员国，你会想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文明的冲突非常重要的。当你我对分的时候，难保2个集团不会开始往内聚集。这个是一个我讲非常重要的是看的是说，北约当年的成立，我们讲北约成立将近快76年，也快对。它比上合组织多了那么多时间，为什么？北约其实当时是为了要对抗华沙，所以它有一个特性是它是民主国家，它民主国家集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集体安全力量。那你说上合组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吗？我们现在画一个等号了。如果它这个等号的时候，那他们共同意识形态会出现在哪里？那当然他们讲是对抗什么外来的侵略跟外来的挑战，那这有可能把他们拉在一起，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在讲说，那如果这个时候他们的彼此成员国之间的，我们讲上合组织的这个固化性，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联盟的条件够不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画个等号，是他们有没有对于这个外在威胁的感知。这也是我们要讨论是上合组织跟北约会不会成为北约下一个北约的问题。那你说上合组织里面各个成员国其实对威胁来源其实大都不同。你说印度绝对跟你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说，上合组织会不会成为这个类似北约的一个什么联盟？我觉得言之过早。你毕竟你要成为联盟，你必须要是，比方说防守同盟，对不对？那防守同盟你是一个被打，大家就需要去救援了，这是北约的特性所以我觉得上合组织要迈向到像北约那样子，还需要很多时间，而且要看国际趋势的变化。毕竟北约它有一个蛮清楚的共同假想敌嘛，上合组织每一个国家假想敌好像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有办法大家站在一起说我们都是好兄弟，你挺我，我挺你吗？大家会打一个问号。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说。好，我们
讲到川普他讲的话，到底你会选择相信多少？因为川普现在告诉我们，搞定了啊！我现在呢，美中已经达成贸易协议，我渴望打开中国市场大门。他说：“你看嘛，大家都想签啊，对不对？我先前是不是跟你讲了，那个贸易代表啊，贝森特啊，卢特尼克，大家都在加班。”记得吗？我们现在昨天才刚跟中方签署了一份协议，结果一讲完之后，大家就问白宫啊，所以内容呢有没有声明啊 ，assessment 啊？不好意思，我们是仅达成框架协议这跟之前讲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中方这边呢是拒绝评论啦，但是大家也想问，不是只有中方而已，其实大限7月9号、7月8号，原本这个日子也近了。白宫这边的讲法是说，可是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很忙嘛，那这个大限日不重要，所以我们不排除要延长期限，就会搞不清楚川普他现在的 tempo， 他现在的步骤到底是什么。但是可以明确知道的是，稀土他绝对是非常在意，因为白宫官员的讲法是，美国已经跟中方就加快稀土向美国出口达成谅解。中方的回应则是说，中国将向美国出口稀土。那近日内呢，他们进一步的确认一些框架细节。反正现在就是你申请，但是重点哦，美方将相应取消对华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个是什么？现在细节还不知道。但是在稀土这一块，其实呢，先前的亚洲沙皇这个前副国务卿坎贝尔就直接告诉你了，我们是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才有办法减少对中方稀土的依赖。这件事情呢，就是你战略上面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那所以现在呢，北京这边也明白，这个就是我一个很大的武器，传出了说他们要求稀土专家交出护照，反正就是你个人的这些信息，你通通上缴吧。因为呢，他们要确保的是你不会泄露商业机密，不会把这个重要的跟国安有关的情资告诉别人了。其实现在呢，在中方来讲，除了稀土之外，另一个武器就是 AI。那您来看到的是，以前我们都听 DeepSeek 很厉害，现在美国议员直接告诉你了，说要禁止联邦政府使用中国的 AI 工具，因为担心你们会不会渗透进来，那窃取我们的讯息。另一件事情则是 DeepSeek 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对岸认为最厉害的利器，崛起的是一个新创，叫做智谱 AI。好，它是2019年成立的公司。那大陆这边的媒体把它列为 AI 6小虎之一，甚至呢是典型的 LLM 独角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它据说可以减少对美国科技依赖的关键。至于更多这个 AI 的科技，我个人很想试试看的是这个小米 AI 眼镜，因为他说可以支援拍照、翻译还有语音助理的功能啊。如果是这样，而且它的那个脸型有没有女生戴眼镜很强调脸型，还针对亚洲脸型设计。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未来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在开会、国际会议的时候，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利器呢？甚或啦。车迷最近可能也知道了，这个 YO7 3分钟订了超过20万的订单。第一款的 SUV 车，你看到售价才会对心波啊，因为售价是25万起。大家就想问，这样子的一个数额在台湾100万数额，我们能够买到什么东西呢？来，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川普现在的讲法是说呢，美中已经达成贸易协议，他有望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现在讯息都是混乱的啦。川普这个本来就讲过一次了，可是中方根本没有讲说要开放什么样的市场。我觉得美国可能想要得到的是金融市场，是尤其是投资市场，比如说证券啦、期货啦这些东西啊，而且希望能够独资啊。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那至于你讲的那个其他的讯息比如说这个开放稀土出口，那美国就要把这些贸易的反制措施取消，因为他用了英文叫 countermeasure。那到底是指什么？对啊，有包括半导体吗？不知道。那如果中国大陆坚持要半导体呢？那有可能会成吗？我高度怀疑。我认为美国
不太可能用半导体跟中国交换稀土。可是中国也很硬哦，因为他知道稀土在短期内缺货的急迫程度会超过半导体。这是相对急迫性的问题了。对。那还有就是这个川普事实上讲话真的反反复复，比如说暂缓90天，7月9号到期。那昨天那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特嘛，他就出来讲可能会再延，对，可能会再延啊。那川普又出来讲说没有，你们如果不在贸易谈判上不，你们会直接收到一封信，决定你是25、35还是45%。太盲盒，太盲盒。那这两个互相矛盾这两个。不过呢，他之前也说2个礼拜嘛，现在也没有任何内容。所以坦白讲，我就不知道怎么判断了。不过因为昨天就传这个消息，所以美股是大涨。大概涨了将近1%啊。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判断。反正川普投顾又在运作了啦。那可是最后大家还是要面对啦，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有问一些金融界的朋友啦，是说 S&P 已经涨回到对等关税宣布之前，而且创新高了。对，这合理吗？因为对等关税不可能降到0啊。是。那怎么会比宣布对等关税之前还要高呢？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说因为钱真的没有地方去。不然你要去哪里？你敢买吗？你还要追黄金吗？你要追比特币吗？那个也都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蛮强短的啦。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还有最后一波能量就这里拉上去，这个末端我们都叫疯狗浪啊，就完全都是消息面，然后都是就是资金过剩，没地方去，就是这种情况，经济基本面跟金融完全脱钩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啊。那其他我觉得，坦白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看到明显改善的程度了，所以你看，大家就把钱又集中去投资人工智能，所以那个辉达的股票就破新高啊，就这样啊。对，所以大家会有点看不太懂。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川普说大家都想签协议哈，从格里尔、卢特尼克、贝森特很忙，大家很忙，超级忙。贝森特2个呛到，贝森特才讲什么？他说我们达成协议要从大而美法案哈，把那些这个我们讲不公平税率的国家哈，本来要有制裁啊，叫899条款的报复税要拿掉。那其实899条款要报复什么？其实是这样子 ，OECD 跟 G20 G20， 他们之前有一个叫做 GLOBE 的条款，是针对全球你贸易额超过7.5亿的跨国公司 MNE 它要课15%的税。那美国很多企业被课到了，他们吓死了啊。那川普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他在这个大而美方面又加了一条899条款，是针对那些对我们产生不公平税制的国家，他讲的是 OECD 跟这个集团体啊，你要课我这15%税，我课你20%，所以我从1年加5%，第2年加5%，加到20%来作为对抗。那这样一下去，大家又开始不是关税战，就是这个税这个报复战嘛。那当然他也希望大家来谈，那后来发现OECD 跟这个集团体他们愿意谈，要把这个降下来，所以他在贝森特才讲啊，礼拜四说好，我们取消这个大而美法案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条款。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样，用关税作为喊价，而且价高开始让你砍，这他们是非常明显的策略哦。当然这个TACO这个 Trump over Chicken Out 也是一个策略之一啦。那如果大家可以知道他们这个做法的时候，就知道说他整个政府从川普到下面这3个，我们刚才讲的很忙这3个，他们采取的作为大概都是交易型，并且呢希望快速达成协议，因为他们不想要在这个战场上面拉太多时间，他们做的事情太多了。你想想看，一个美国以前是对他们几个主要贸易国家，川普1.0主要对中国，现在川普2.0是对全部的国家，你想想看，这些人要加班到多晚，很可怜啊。坦白讲，我告诉你。这个我在讲的是格里尔、卢特尼克、贝森特，他们天天加班这是烧肝爆肝当然，
天天点披萨，天天点披萨，就知道他们现在多忙哈。那川普也说，他要说很快要有这个所有这个关税名单要出来嘛，这20个国家，到时候就知道说哪些他们达成交易，哪些没有达成交易。我觉得这个大交易时代哈，我们大交易大成功哈，未来在这个川普2.0的剩下几年，会是一个我们讲的蛮明确的一个整体的，不管是在外交、国防、财政上面的一个特性。那代表说你要很懂跟川普这个做生意，反正什么都可以 trade。对对对，那我还在讲这个大而美法案，我觉得是川普他非常自豪的啊。当然差一票，在那时候在众院差一票，整个通过。他最主要呢，他有他的特色是，他就对小企业啦、对家庭啊、对退休族群的税收，他非常在意，而且对小费、加班费哈。你都免税，他不但拉企业的票，他还拉年轻人的票，所以这符合共和党上台的时候都喜欢减税啊，民主党上台都要征税，所以川普他很懂得如何用这个抓住年轻人的心啊，他让这个做，那当然他要把最低税率从1万美元提高到4万美元，所以他在整个的战略作为上面还是有他的这个思想跟作为在里面。但减了税之后，关税真的到吗？一下不知道，因为又严了，有可能严吗？来，社将军。英文有句话嘛 ，I wish I could， 这是 wish。我希望我可以。我希望可以。他现在抛出来的都，就有点像那个中国那个土匪绑票啊，跟这个家属要谈呢。你再不给我割一个耳朵，再不然剁个手指，就每天就在搞这个名堂。我跟你讲，华盛顿的披萨卖到没有的时候，连日本的寿司店也会很红，他们很喜欢吃那个。所以我讲哈。这里面比较了解的是 Kurt Campbell， 他对中国跟台湾都比较了解。他讲那句话很实在，你这个稀土啊，搞不好你的要一代人的时间，你才能够灭。为什么？美国的高科技的武器，以色列战争、俄乌战争，它的库存都已经开始在清点了，他要不要补充？另外要跟中国大陆军武竞赛，它6代机什么航空母舰要做核能潜舰要换，都是要稀土啊。所以起码个8到10年的空窗啊，你没有东西啊，所以会影响第一个你军事大国的威信，第二个影响你的军售。所以这些问题再加上汽车工业，很多工业是需要稀土的磁铁，对，所以这些问题。中国大陆当然看准了，你这些搞提炼的工程师、搞稀土的工程师，谁都不准出国。你机密外泄了嘛？但是就算机密外泄，你要从建厂、提炼到产品，那还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稀土之战呢，是中国手上捏的最好的武器。所以晶片也可以谈，什么都可以看。但是美国现在在发动另外，刚刚亮哥讲了开放金融。因为美国的金融作战是蛮厉害的，他是个老手，所以中国大陆愿不愿意开放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个开放，美国在金融界玩这个养套杀已经是全世界有名了，全世界的金融灾害都是他搞出来的。一下子收关税，一下子给你搞美债，一下子给你搞美元贬值升值，这样玩呢，割韭菜啊！所以为什么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进口黄金呢？慢慢脱美元脱钩的形式会越来越多。你看，中国跟南美洲有时候一货嘛，你把羊肉、牛肉送来，我什么东西去嘛，基建帮你做嘛，这种行为将来会在国际上越来越多。